一盆高干山松，也就是常见的马尾松。这一盆松养了4年，每年都进行低压出枝，出枝基本到位了。山松的针叶比较细软，看上去清亮柔顺。我比较喜欢山松那种清晰灵动之美，与黑松相比更显古雅和含蓄。到了松的休眠期，选择一些小老松栽种，养护1年左右就可以造型制作。山松的干很有韧性，可塑性很强，可以打造出多种曲折变法的造型。山松相对其他松是比较好养的，种养还是要了解它的属性。山松多生长在南方，喜欢微酸性的土壤。对生桩的种养主要是用沙干种，具体的种养方法我在后续的视频中再做详细的解答。玩好山松最难也是最关键的环节是对它进行低压出枝。山松的枝生长稀疏，尤其是它的侧枝，很难形成茎生枝，枝部密集，影响造型。在整个山松的培育中，要花大量的时间对它进行低压，缩短它的枝节。山松有一个明显的特征，相对于其他松，发不定芽的概率比较高。山松没有完全木质化前，都有发不定芽的机会。把留有针叶的地方剪短，在后端就会发出不定芽。等新枝长成后，再次把它剪短，又可在后端发出不定芽，以此反复进行，逐渐形成理想的出枝位。山松的造型，首先把主干定型，攀扎与吊拉结合。山松的韧性好，女丝要用稍微粗一点的，现在我用的是4号女丝。在攀扎操作时有一些细节要注意，像这种有枝节的地方，女丝要从枝节下方绕上去，把节点压住，防止造型过程中用力过大，枝节破损。这一点在所有的盆景造型中都是一样的。女丝在缠绕的时候一定要扎紧，松动不受力，以防因滑动损伤皮层。最后的端口要扎紧。整形的时候，双手要抓住受力点两端，朝女丝缠绕的方向扭动弯曲。弯曲的时候要用按紧，不能硬弯，扭动产生的力才能更好的使枝干定位。在对主干整形的过程中，要兼顾枝的出枝方向，把枝的方向扭偏了，又得重来。对干的整形很难一步到位，要分步实施，反复调整。主干定好位，再对枝条进行调整。玩这种高干出枝一定要简洁，体现孤高清瘦是重点。对枝条的整形，在逼压没有完成前不能进行攀扎，这样会损伤皮层，加快枝条的木质化，发不定芽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。这个枝就是逼压后由不定芽形成的，多留了一个侧枝做备用，也是为了拉出枝条。现在作用不大了，可以把它剪掉。这个拐点上的枝也是留作备用。现在上下2个枝已经形成，可以把它剪掉。枝的整形不能单凭盘扎，要结合吊拉。吊拉不伤皮层，节点受力均匀，也很容易改变枝的生长方向。山松的逼压方式比较简单，拔掉老针，直接把带有针叶的枝条剪短。尽量的把枝剪短，使出芽更加密集。
留3到4个针叶就可以了，其他的把它剪掉。剪短后，这个季节大约10天左右就会发出新芽，在这个时间段不要进行操作。山松发出的不定芽很小，很难分辨，稍不留意就会弄断。对盆景的整形，要从不同的方向对树进行观察调整，兼顾不同面的观赏性。我比较赞同四面成形，而不是所谓的正面成景。盆景的表现来源于自然，所呈现的应该是全方位的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见。